俄乌战争为何让光刻机巨头荷兰阿斯麦尔公司着急？全球芯片产业又受到了怎样的波及？为何这次危机对于中国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最近一段时间，俄乌局势成为舆论热点，而一场战争的爆发不仅仅关于战区本身，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此次俄乌战争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蝴蝶效应，除了最近油价疯涨外，芯片行业也开始着急了。最近，全球首屈一指的光刻机制造商阿斯麦尔公司宣布，俄乌局势的影响导致该公司遭遇严重的供应链危机，必须寻求新的供应商，以此来度过目前的资源供应危机。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知道，光刻机是制造芯片的必要设备，而在光刻机产业中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的便是荷兰阿斯麦尔公司。由于其可以产出全世界顶级的光刻机，也拥有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光刻机技术，因此这也让荷兰始终在光刻机领域上占据着绝对的领先位置，拥有全球最大的市场。而荷兰阿斯麦尔能垄断高端光刻机，也是因为光刻机制造极其复杂，其他地方没这个能力。也正是因此，光刻机供应链对于荷兰人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为何俄乌冲突会影响光刻机的供应链呢？原来，光刻机制造需要一种稀有气体，名为氖气。一直以来，荷兰阿斯麦尔公司都是从乌克兰进口氖气。作为全球有名的稀有气体大国，乌克兰在氖气、氪气等稀有气体方面的出口量一直都比较大，甚至占到了全球氖气市场70%的份额。俄乌局势的紧张导致大部分工厂停产，也让乌克兰的氖气出口受到了极大影响。而荷兰阿斯麦尔公司目前使用的氖气，其中大部分来自乌克兰，因此荷兰阿斯麦尔公司为了不受乌克兰氖气供应中断的影响，就积极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氖气供应商，以防止乌克兰紧张局势升级，导致自己在氖气上被卡脖子。那么氖气是怎样的一种资源？为何对光刻机的生产有如此大的影响？据悉，氖气是一种稀有气体，其和氦、氖、氩、氪、氙、氡统称为惰性气体。在常温常压下，它们都是无色无味的单原子气体，很难进行化学反应，主要应用于半导体微影制成。氖气是光刻机制造的重要材料，作为半导体市场所需电子特气的一部分，氖气是半导体生产过程中的重要原材料之一。且在目前 DUV 光刻机主要采用的 ARF 激光器中，氖气就占到了气体混合物的96%以上。据分析人士指出，如果没有氖气这种电子特气，这就会令目前整个半导体制造行业的光刻机失去其独特的魅力。而且这还仅仅只是氖气的应用之一，在涉及硅片制造、氧化、光刻、蚀刻等诸多环节，都有着不同氖气这种电子特气的身影。据了解，乌克兰是世界上最大的氖气供应国，市场份额占比高达70%。除此之外，乌克兰生产的氖气、氙气全球市场份额占比也达到了40%到30%。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所出口的氖气全部都是由俄罗斯生产加工，自己进一步进化出来的。但是由于俄乌现如今的大战，这就导致乌克兰氖气的生产受到较大影响。如果没有了氖气，荷兰阿斯麦尔公司即便是制造出再多的高尖端光刻机，也无法让其转化为生产力。因此，氖气作为光刻机设备的核心材料，直接影响着光刻机激光光源的产生，是不可替代的必要气体。所以，光刻机的生产始终离不开氖气这种资源的支持，这才导致荷兰阿斯麦尔公司如此看重氖气资源。而且，由于其确实对于氖气的需求十分巨大，因此其才会在乌克兰不能及时供应氖气的时候就紧急做了预案，希望可以找到新的氖气供应商，以此来缓解这次的能源危机。对于荷兰阿斯麦尔公司遇到的此次危机，就有分析人士指出，这就给了中国机会。虽然乌克兰的氖气约占全球供应的70%，但是现如今由于俄乌冲突的原因，导致氖气供应下降，从而给了中国企业机会。因为除了乌克兰之外，中国的氖气供应量也十分充足。目前中国国内供应量能够达到48.7万立方米，并且这一数量还在逐年增加。值得一提的是，在氖气等稀有奇特气体的领域里，中国掌握着先进的生产技术。其中，中国的华特气体公司所生产的氖气，
早在2017年的时候就通过了荷兰阿斯麦尔公司的认证。这也说明中国国内科技企业所生产的奶气是完全符合国际最先进生产水平的。中国也完全有能力为阿斯麦尔公司提供最好的奶气支持，让其完全没有后顾之忧。此前，由于荷兰阿斯麦尔公司受命于美国对中国进销 EUV 光刻机，这也对中国芯片产业的发展造成了很大影响。而且由于缺乏最先进的 EUV 光刻机，这就导致中国芯片的发展十分缓慢，始终不能得到突破。这就导致中国一直被西方国家卡脖子。现如今，随着荷兰阿斯麦尔公司的发展遇到了困境，有媒体就指出，荷兰阿斯麦尔公司可以拿 EUV 光刻机和中国奶气进行交换，以此来达到互利共赢。所以，此次俄乌大战导致全球奶气市场资源稀缺以后，中国企业就可以抓住这难得的发展机遇，可以与荷兰阿斯麦尔公司达成合作。此外，由于中国奶气资源十分丰富，因此中国完全可以在全球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对于美国、荷兰阿斯麦尔公司来说，中国就是一个足以替代乌克兰的奶气供应方，并且可以很好满足其对奶气的需求，因此中国是一个很好的供应商。值得一提的是，全球奶气市场的价格相比较于2022年初的时候已经上涨了 65%， 而华特气体等公司受益于好消息的影响，其市值也上涨了不少，并成为了稀有气体供应商中实力较强的厂家。以此，中国的华特气体公司在奶气的供应中将成为很强劲的厂家，也将会带动中国气体资源的发展。然而，受到俄乌局势影响的不仅仅只有荷兰的阿斯麦尔公司，世界半导体产业链都受到了太大的影响。这也再一次证明，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企业的分工已经非常明确，已经完全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局面。只要出现一点问题，全球整个产业链都会受到影响。现如今，荷兰阿斯麦尔公司所遇到的问题也已经迫在眉睫了，急切需要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以此来得到缓解，从而可以在光刻机的生产上不受到影响。现在也到了荷兰阿斯麦尔公司做选择的时候，是否愿意和中国进行合作，缓解自己的奶气供应压力？这也许对于双方来说都能够达到互惠共赢。而对于中国来说，由于荷兰对 EUV 光刻机技术的长期封锁，这就导致中国只能自主研发先进光刻机，也走上了自主研发的道路，并且现如今中国也实现了在光刻机领域的发展，也取得了较大成就。这就让中国在光刻机领域的发展不断追赶着荷兰的步伐，并且持续加快了发展前进的步伐。